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小播客啊。今天是周五特别节目，所以我邀请了一个神秘的嘉宾。这个嘉宾要不要说一句话呀？ Hello，好简短的一句话啊。我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我和这个嘉宾的关系，我们是夫妻，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的老婆，她是我的内人，她是我的配偶。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老婆最近在看一本书啊，叫做高敏感感是种天赋。对对对，你好像有一些自己比较深的感受，因为你好像就是一个比较，不要说好像了，你肯定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对不对？对，那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你没看完，对吧？对，快完了。好的，我倒一直有个问题啊，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啊，就是你说这个高敏感，它到底是天生的一种气质，还是其实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呢？我觉得对于比较小的小孩子来说，你从他身上看到的这个敏感气质，大部分都是天生的。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他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然后但有些小孩子他哭的时间会短一点，有些小孩子呢，比如说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房间的那个光线的变化呀，然后周围声音的变化啊，他的这个反应都比较明显，反应或者比较激烈一些。这些呢都是孩子对于外界的这些感知觉的这些信息加工是比较敏锐的。所以说天生如此，对不对？对，这些大部分都是天生的。但是随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在家庭里生活，他和自己的养育人互动，那么可能这些敏感的一些特质会逐渐被放大，或者逐渐被缩小。然后呢，你要说是这个敏感的特质的话，它是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哈，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后天形成的。大部分是后天。对，我还查过，就是说，其实这个敏感的特质，它其实这里都指成人哈，大约只有20%到30%是天生的，它就可能跟遗传啦、基因啦，或者一些人体那种什么神经细胞啊什么，这些我都不太懂了，跟它相关。但是还有剩下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里受他的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我想不到就是环境的影响有这么大，我还以为啊，起码是一半一半的这种感觉，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天生这种敏感气质比较强一点。你刚才说一句话让我挺好奇，就是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可能养育者的这对待方式啊等等，有些时候变得更为敏感，有些反倒会钝感。下来一些。与其说是钝感，不如说是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敏感度很高，然后他在在一个家庭中，他的养育人对他，比如他的父母，对他是很宽容的，接纳度很高，然后会知道这就是孩子的一些特性，并且会帮助孩子去了解自己的特性。那么比如说孩子对于感官的这些敏锐，他未必说他的阈值会提高，可能还是依然是敏感度非常的高，然后呢，那些就是感觉阈值依然是很低的，但是他有可能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优势。优势怎么说？优势你比如说对于感官的一些刺激，他的敏锐度比较高，那么这个孩子他可能共情力比较强，他理解他人的角色，理解他人的心理，这些状态可能会比较的捕捉别人的情绪，捕捉别人的感受，这个能力也是很强的。然后呢，他就可以把它发展成自己的优势，因为共情能力强，
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在社会里，对不对？对，我最近还看到了，看到了这个关于共情能力在语文学习当中的应用。在语文学习当中应用，对，怎么说？这个是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语文老师写的。他的建议就是说，其实共情能力强的孩子，他可以带入到这个作者的角色里，去作者的身份，作者所处的那个大环境下，然后根据作者的背景，然后就能更好的去理解作者写这个文章的意图，他的感受。所以这个就是共情能力在语文学习当中的应用。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人的优势。当然这个不只是我们说语文学习，还有他的社交，还有他我觉得方方面面吧，还有他的亲密关系里可能都会有很好的帮助。对，我们最近不是也会一起看一些综艺什么的。对，我发现就是因为综艺它其实呈现更多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社交的一个状态。你要是相对在里头是一个共情能力很高的人，我们感觉是情商会高一点，对不对？对，他会比较受欢迎。是的，不是，其实也未必就受欢迎，大家和他相处会比较愉快，说实话。对，但对于一个敏感度比较高的孩子，他在被父母养育的过程里，就是如果他经常会被父母说，你怎么这么脆弱？你怎么这么娇气？那么孩子在逐渐长大的过程里之后，他的敏感度就会被放大，他就会比较容易去捕捉这些负面的一些评价、负面的信号。我现在能明白有一点了。这个敏感，它因为好像敏感这个词语哈，在中文里头相对是一个贬义词。但是通过你刚才这个分析，我明白了，敏感它其实就是捕捉这个外界的这个因素能力比较强，它可以捕捉比较积极的一面，也可以比较负面的东西。对，是的。是的，它可以，所以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人都很内耗。内耗它源于什么呢？内耗其实它就是源于对自己有非常多的批评，对自己有很多的否定。我们都总说是要去接纳自己，但其实这个人他在最初他的这个状态出现在这个家庭里，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不被接纳的。那么他逐渐其实习得的状态就是要否定自己，不要去接纳自己，要批评自己，所以很多人才会那么的内耗，然后就会在很容易捕捉到别人的一些语言、一些表情、一些动作，然后就会把它看作可能本身本来就是一些否定和批评，但有的时候会把这些中性的内容解读为负面的批评，所以就开始内耗，说哎呀，他怎么不理我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事情了？我又说错什么话了？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敏感度，就是他的这个感觉阈值又被拉得很低的一个表现。因为我觉得从我和娃的身上，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我们两个敏感度都很高，对，但是我们的状态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因素就是他成长的环境和我和我成长环境非常的不一样。当然就是我看这本书里当然就是有很多人他不是敏感度比较高的人，但我觉得你的生活中一定会有敏感度比较高的人。对，从这样的角度去想的话，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更好的，对于高敏族人来说，更好的了解自己。对于低敏族的人来说，你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你身边的敏感度比较高的人。对，当然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我之前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方法和一些角度，以后可以给大家分享。好的，我很期待听到这个。其实今天你和我说这个，让我对这个敏感这个词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前真的总觉得，因为在中国人的这个语义里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敏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敏感？就好像类似于这个神经质，对吧？这种感觉是一个很负面的这个东西。对，但是想想看，确实，你说所有这些，比如说写书的人、搞艺术的人，还有这最明显吧，我是觉得这个演员，你要不敏感，你没有很强的共情能力，不能真正带入这个角色，你是不可能演绎出那种状态来的。你就需要很敏感的一个状态才行，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表演出来别人不相信你这个。是的，对吧？是的。
所以敏感它其实无所谓好坏。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确实很重要，就是真正的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去接纳自己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高敏族还是低敏族，我们在人生当中都会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内心的这种情绪啊，各种方面，要是你不愿意去接纳这些东西，可能对你人生都是一个会造成很多挫折。因为其实今天我也在读这一本书，好像还是同一个作者写的，是关于这个自我的防御。我就有这种很强的自我防御，我就发现可能在小的时候，很多情绪自己是不被他人接纳，也不被自己接纳，所以其实累积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我和这个我老婆，她叫 Ting 啊，Ting and Tan Chinese Podcast， 我们主要就是其实想通过这种形式去更深入的探索自己，也能说实话，要是在小小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大家也能看清自己的话，但是我们也会很开心啊。是的。好的，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啊，下期节目再见。再见。拜拜。拜拜。